上周我分享了植物的扦插方法，很多朋友都纷纷的尝试了，但在实践过程中呢，大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昨天就有朋友问我，自己扦插的月季怎么长芽了，却又突然枯萎了。我相信遇到类似问题的花友肯定不在少数。那么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扦插的植物发芽后又枯萎呢？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？我总结了以下几种原因，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情况。第一个就是消毒不到位，在温度较高的时候扦插植物一定要对枝条进行严格的消毒，因为温度高、湿度大，细菌繁殖就非常的快。如果消毒还不到位，就很容易出现黑杆，导致扦插失败。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消毒的这个环节，确保枝条和土壤的无菌状态。我这里现在白天最高也就15度，晚上呢差不多5度左右吧。为了保证扦插的湿度，我的保温箱里面放了一些河沙用来保湿。这个盒子的底部大约铺了薄薄的2-3公分的河沙。我认为最好的扦插机制就是河沙。为什么是河沙呢？它可以几乎达到一个无菌的状态，即使高温高湿它也不会发霉长毛。但是它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后期移栽的时候沙子是会散架的，所以退而求其次，我用的是椰糠和珍珠岩的配比。如果你在扦插的时候实在是遇到了大麻烦，那我推荐你用河沙，将河沙放在无纺布材质的育苗袋中，移栽的时候呢，直接连无纺布一同栽下去。第二点就是土壤含有病菌肥料，扦插植物时最好选择无菌无肥的素土。我推荐使用椰糠、纯质石、珍珠岩进行扦插，这样相对黑杆的几率会小很多，而不推荐使用泥炭土进行扦插，因为泥炭土中可能含有细菌和虫卵，对植物的扦插十分的不利。特别是有一些幼虫，它就喜欢在泥炭土中繁殖。第三点就是枝条不够健壮。很多朋友在选择扦插枝条时存在一个误区，以为粗的老枝条就是好的，其实太老的枝条生长力不足，往往不易扦插成活。最好的扦插枝条应该是今年吃完果子的，或者是开完花修剪下来的枝条，这样的枝条养分储存足，木质化也比较高，是非常容易扦插生根的。第四点呢，就是枝条过长，扦插的枝条不宜留得太长。在未生根之前，枝条是需要消耗养分的。如果枝条过长，虽然储存的养分比较多，但是它消耗的也多呀。消耗的养分过多就不足维持枝条长根，所以扦插枝条的修剪也很重要，应该保留1到3个芽点。扦插的总长度控制在12厘米以内为最佳。第五点呢，就是品种的关系。有些植物的品种扦插起来就是比较困难，比如某些品种的月季。而我扦插的无花果呢，也是有几个品种，我已经扦插2年了，它就是不长根，就是不发芽。这个时候你只能考虑采用嫁接繁殖的方法。我手里这颗正在扦插的无花果呢，它没有长根，但是它发的芽子呢特别的长，而且在袋子里面还有一个要腐烂的芽子，一会儿也是要处理掉的。这就是今天要讲的第6点，气温过高导致植物的假活。经常玩扦插的朋友可能会发现，在春末或者夏季扦插的时候，往往扦插的枝条是先开始发芽的，看着挺让人兴奋的，好像是活了，其实却是假活。当气温高于土壤的温度，往往就会引起假活，所以说选择扦插的时间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什么时候扦插比较合适呢？一般选择早春、深秋或者冬季来扦插是比较省心的，时间管理简单，而且成活率较高。第7点呢，就是在扦插过程中袋子的管理问题。我手里拿的这颗芽尖的位置已经开始发黑了，这可能是在扦插的过程中
带子和牙点贴的位置太紧了，带子上的水分把牙点给浸泡了，把它泡烂了，从而导致了牙点发黑。对于假活这种情况，比如说你的枝条已经长了差不多10公分了吧，而且还没有发根，那么这种情况就直接把这个牙点给剪掉。还有就是顶芽已经彻底发黑了，没有办法再继续发芽的情况下，也是把它剪掉。在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要给它留一个芽点来重新发芽，并不是说把芽点全部都剪掉了，这样它是没有办法再继续发芽的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希望朋友们通过视频呢能有所收获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下期视频再见。